美军印太司令发现不对劲儿，苦求与中国军队通话，被晾了1年半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贤少。在很多人看来，中国军方中断与美国军队的交流，源于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，引发台海军事危机，而美军过度使用武力，击落中国的流浪气球，进一步导致交流机制被破坏。此前，其参联会主席米利将军与中国的沟通渠道中断，也就是从去年8月开始的，持续时间大约半年。接着，美国具体负责与中国沟通的基层军官也表示，和中国军队的电话已经没人接了。这种情况还是最近几年首次出现的，到现在也就持续了2个月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尼诺说出了一个更加残酷的情况。他说自己被中国军队这边晾了1年半，尽管中美两军的紧张局势在加剧，中国继续无视美军发出的恢复两军战区领导通话的请求。他说，我已经有1年半的时间没有收到接受我的通话请求的回复了，我们将继续询问，因为我确实认为这很重要。但令我担心的是，有什么原因让我没能与对方通上话呢？阿奎尼诺还指出，美国与印太地区的其他伙伴就不存在着这种情况，无法沟通将导致中美发生更危险的情况。现在可以看出来，中国中断与美国最高将领的对话是8个月，而最基层的对话应该是美国击落中国流浪气球之后发生的。这个很有意思，因为中国在表达对美国不满时，对美国各个层面都实施了区别对待，而且呢，特别优待了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美国印太司令部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执行单位，就是为了军事对抗中国而设立的。中国不认可美国的印太战略，也不同意美国在印太地区推动军事对峙，因此就避免与美军的印太司令部进行接触。所以不管阿奎尼诺怎么着急，只要美国不放弃在印太地区推动军事对抗中国的战略，双方战区级别的对话就很难恢复。这也很好理解，中国在美国家门口建立战区了吗？比如我们设立一个北美战区，行不行？第二，美国想恢复战区级别的通话，本质是想避免擦枪走火，其实就是想有恃无恐。中国与美国恢复战区级别的对话，当然要有一定的正面作用。如果双方有沟通的机制，美国人在出现突发事态时，可以及时与中国方面进行高层沟通。因为解放军的很多军事活动都是战区指挥的，但是只要有了这样的热线，美军对中国的侦察和挑衅也将更加有恃无恐。由于这些突发事件多半出现在中国的家门口，吃亏的更有可能是美国，因此美国方面显得更为着急。第三，中美军事交流全面中断，也不仅仅是战区级别的事儿，与中美缺少军事互信也有着直接的关系。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了环太平洋军演，邀请中国参与的情况最近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原来还邀请中国的军舰参加，现在只邀请观察员。也就是说，美国印太司令部原本是针对中国存在的，在推动与中国军事交流的问题上并没有做什么贡献，反而越来越疏远中国军队。那么我们当然也不会惯着美国人。总体而言，中国军队以后可能不会再与美国印太司令部进行战区级的交流，因为我们没有必要与敌对自己的战区司令对话。阿奎尼诺要是真有诚意，那就得拿出点实际行动来，别总想着在中国周边地区搞一些挑衅性的活动，因为这种事儿搞多了，难免会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，那么后果将会很严重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